2025年亞洲通用航空展已於11月30日正式落幕，而在眾多的參展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10月份剛曝光的紫火概念機。原因無他，這款戰機不僅外形炫酷，還搭載了多項前沿技術，而且這次居然可以讓觀眾近距離觀看，可謂是滿足了所有人的好奇心。那麼紫火到底運用了哪些黑科技呢？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刷爆全網的亞洲通航展雖已落幕，但熱度仍未消退。前幾天，小編曾做過相關視頻，不過在查閱資料時出現了失誤，把亞洲通航展和珠海航展弄混了，還誤將上一屆珠海航展的成交額寫成了通航展的數值。這裡小編要跟大家說聲抱歉，上一屆亞洲通航展的實際成交額是73億元人民幣，希望大家多多包涵。這次通航展上各類戰機五花八門，而小編覺得最讓人驚豔的還是南天門計劃中的紫火概念機。整個展會期間，它的展台周圍始終擠滿了人，大家看得格外仔細，手裡的手機也拍個不停。這款模型機和傳統戰鬥機的直白設計不同，線條更為流暢，機身表面的處理能看出對隱身性能和熱管理的考量。現場公布的信息不算複雜，這是一款概念級設計，核心亮點是跨大氣層作戰能力和智能化，而展方沒有給出具體的規範參數，只說了高隱身、高機動、智能化等等泛詞。但從這些零散的信息中，能清晰感受到南天門計劃的設計思路，即構建一個由大型空天平台、無人或少人化戰機以及戰術級作戰機械體組合的耦合作戰體系。其實紫火並非首次亮相，今年10月中旬的第7屆中國國際直升機博覽會上，紫火就完成了首次曝光。而這次在亞洲通航展上重現，外觀和部分攝像細節有了細微調整，更加強調智能化以及與其他平台協同的可能性。把視角拉高，來到南天门計劃，會發現紫火不是單一型號的研發項目，而是一套完整的科幻主題體系。設想中包含巨型空天航母、無人空天戰機、隱身空天機和戰術機甲等。比如這個計劃裡另一款引人注目的是名為鸞鳥的空天母艦，官方資料顯示的規格十分亮眼，全長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飛重量達12萬噸，可搭載88架玄女無人空天戰機。表面看這些數字像科幻設定，但從系統規劃角度來說，這是把航空母艦的概念延伸到了空天領域，載機數量、艦體規模等參數都體現出對大規模部署無人作戰力量、覆蓋更廣戰區的考量。再看玄女，它被定義為無人制空戰機，設計目標是實現高機動、高隱身與智能化的平衡，搭配配套的指揮鏈和通信保障，它能形成強大的群體作戰能力。計劃裡，玄女與紫火被歸為同一邏輯體系，顯然設計者在思考如何將單體平台的優勢放大為編隊效能。還有一款白帝戰機，定位是隱身空天戰機，機身長度約22米，設想中可在大氣層內外執行任務。結合紫火、玄女來看，白帝更像是承擔高空跨媒介打擊任務的角色。整體而言，這套設想的任務分工層級明確。大型載體負責投送和續航，中短程無人機群負責制空和局部打擊，隱身平台則承擔深遠突防任務。回到紫火本身，從現場觀察能捕捉到幾個技術方向。一是外形主打隱身流線型，機腹機翼與尾部線條高度整合，盡量降低雷達、紅外和光學特徵。二是機身材料和表面處理，能看出對複合材料和低可探測涂層的依賴。雖然模型無法呈現真實材料，但拼接工藝和表層質感傳遞出了這樣的傾向。三是控制面與进气口的設計，預示着對高機動性的追求，機翼和尾面布局有利於在大氣層內完成複雜機動。四是明確指向無人化和智能決策，可能搭載本地 AI 決策單元，具備態勢感知與多傳感器信息融合能力。不過關於 AI 與這些概念機的結合，現場工作人員和資料沒有提供詳細的技術白皮書。
但小編能推測出幾個核心用途，比如飛機控制層面的自主化，利用 AI 實現即時姿態控制和高難度機動，或者是任務層面的決策支持，包括目標識別、威脅評估和群體協同策略制定，還有平台維護與健康管理，通過預測性維護減輕地勤壓力，編隊作戰時的分布式協同和敵我識別。簡單來說 ，AI 既可以替代人完成高頻決策，也能成為增強多系統協和的粘合劑。這聽起來有點科幻，但確實是當前國防領域概念演進的重要方向，即把 AI 嵌入感知、決策、控制的各個環節。有記者在現場採訪時還了解到，紫火的設計考慮到了與鸞鳥這類大型平台的接口兼容性，比如可折疊翼展、模塊化彈艙、標準化數據鏈等。如此一來，母艦、無人戰機、隱身突擊隊的聯合作戰模式就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從設計階段就預留了實現條件。至於最終能否完全按圖紙落地，還存在不確定性，但至少方向十分明確。就在這幾天，中國軍迷們的另一位老朋友頻頻亮相於官方的報道中，它就是双尾蠍系列無人機。它還有個有趣的外號，叫順風的眼淚。為什麼呢？因為双尾蠍的前身是 TB001 无人機，最初是四川腾盾科技為順風量身打造的物流無人機。作為一家專注航空科技的民營企業，腾盾科技當時的核心任務就是研發一款能滿足順風高效配送需求的无人机。2017年 TB001 首次在中國東盟博覽會上亮相。這款雙發無人機憑借超強的載重能力和長時間飛行性能，一經亮相就備受關注。TB001 的研發初衷很明確，就是幫助順風解決偏遠地區的物流難題。當時順風在快遞行業已站穩腳跟，但為了進一步提升配送效率，對無人機寄予厚望。而 TB001 也確實不負所望，它的最大飛行里程超6000公里，單次載重可達數百公斤，是當時國內物流無人機中的佼佼者。可誰也沒想到，正是這樣優越的性能，讓 TB001 很快超越了普通物流工具的範疇。2017年東盟博覽會後不久，軍方注意到了這款無人機的巨大潛力。它不僅能用於物流，還具備執行偵察和中短程打擊任務的能力。很快，腾盾科技被納入了中國軍工體系， TB001 也完成了從民用到軍用的身份轉變。被軍方接管後 ，TB001 迎來了全面升級。軍方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和技術資源，讓這款無人機實現了質的飛躍。不僅增加了一台發動機，變成了3發無人機，還正式命名為雙尾蠍。升級後的雙尾蠍性能大幅提升，最大航程從6000公里延長至8000公里，滞空時間接近48小時，載重能力和多重任務適應性也有了顯著進步。如今，双尾蠍已成為中國空軍在東海防空识別區的重要力量，被稱為空中攝像頭。憑借24小時不間斷的高空巡邏能力，它能實現監控區域內動態，尤其在戰略意義重大的東海上空發揮着重要作用。日本曾多次派出 F-15J 戰鬥機試圖跟隨雙尾蠍，但這款無人機超強的續航能力讓燃油有限的 F-15J 屢屢被迫返航，而雙尾蠍仍能在空中持續執行任務，讓對手倍感無奈。這次技術升級不僅讓騰盾科技從一家民營企業躍升為軍工領域的佼佼者，也讓雙尾蠍成為我國無人機領域的明星產品。而順風雖然失去了 TB001 和騰盾科技的合作，卻沒有放棄對無人機物流的追求，把快遞送到客戶的頭上始終是順風的目標。而無人機正是實現這一願景的關鍵手段。在失去 TB001 後，順風採取了多條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投資多家無人機領域的獨角獸企業，另一方面自主研發適合不同場景的物流無人機。目前順風的無人機技術已初見成效，數據顯示，在深圳，順風無人機每天處理的包裹超2萬單，飛行航線覆蓋了中山、珠海、東莞等周邊區域。除了無人機，順風還布局了無人車技術，實現了封閉園區內的最後1公里配送。目前深圳的坪山、寶安等區域已有35台無人車投入運營，日均配送量超3萬單。順風的目標已不局限於國內市場，而是瞄準了一帶一路沿線及東盟國家的物流需求，計劃通過無人機技術為這些地區提供高效物流服務，尤其聚焦基礎設施較差的偏遠區域。
順豐的這一策略既是對國內市場限制的突破，也是對國際市場的布局嘗試。不過這一努力也引發了不少爭議。有網友認為，順豐對無人機的執着類似賭徒心態，畢竟技術難題和政策風險讓無人機物流的普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也有人表示，順豐的堅持體現了企業家精神以及對未來科技的勇敢探索。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